嘿，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阿文。那么今天的题目是呢，你心里想的那个他现在觉得是朋友关系比较好，还是进入恋人关系比较好？我们来帮你做一个分析哈，然后你再做一些自我的判断。那么现在是1、2、3、4，你看看你心里想的那个人，然后跟哪一张卡的风格气氛跟你比较有所对应，那你就选择下去。我们就直接来看咯，废话不多说。来，现在是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哈，那我们就直接来抽，先看一下整体的能量哈，看这个气氛哈。来，先看一下他的状态能量好了。来，我们抽到的是权杖7哈，他现在整个人的状态比较，我觉得他还蛮忙碌的，他有很多事情正在处理哈。他现在身上，我觉得他的注意力蛮分散的耶。好，如果现在他要，我觉得他现在如果即使是他想要进入恋人关系，他心里有这个想法，但是好像因为各方面生活上、事业上各方面好像有一点点分身乏术呢，所以他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有把握的进入恋人状态，所以目前这个阶段，大概就这30天内，他还是觉得先以朋友关系为主。好，但是这只是这张牌给的能量，然后因为他这个其中来说，我没有看到他对于这个题目上的专注度哈，而且他现在心思还蛮乱的，在很多事情上面哦。如果你去特别要求说把这个问题丢给他的话，他也可能会不是很能给你一个确定的答案。有这个还是要依靠，也可能要可能我们要 depend 他就是要依靠，要看看他的本来的个性啦，不是说你给他的反应都会一致，他会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说，他也许是个蛮好的人，现在看起来他是蛮好的人了，性格上也是比较有热情的，也比较有乐于分享的人，所以他可能不太会为难你。就算你丢给他一个比较难为难的题目，像这个问题是要朋友还是恋人要进行，他可能会，他也不会告诉你他现在很忙碌或什么的，他可能就会有点踌躇，就是不知道回答你什么。可是他心里确实是有一些分身乏术、分心的心情哦。他可能只是无法决定，那他可能是保持现状。那个现状是要比较浓的朋友关系，还是比较浓的恋人关系？这张牌其实是偏向朋友哈，他还没有那么能够专注在这个题目上。我们再看一下，来立体化一下这个牌哈，看看塔罗为什么要给我这张牌。哎，这里是，其实是同一个区域的排列。权杖皇后，其实她被归类在，对我来说，她是被归类在同一区的，就是他们都深受了力量牌的影响，他们底下都有力量牌的一个力量，就是说，他现在更需要的可能是他面对整个社会跟面对整个生活的力量了，因为他现在有一些小小的生存上的难题正要面对，而且好像有一些决定或什么有急迫性，有一些急迫性需要他解决。所以目前可以看得到，他并没有完全忽视这个题目，就是你的存在跟要不要决定恋人跟朋友，只是他现在确实是很难决定这一件事情。他虽然心里有想过这一件事情，因为权杖皇后有出现了嘛，哈，他有想过，然后可是他好像还没有能力去决定他要决定的事情，他没有办法承担他想决定的事情。他想决定成为恋人还是决定成为朋友，都是同一个答案。所以可能以目前来说，需要再等一下。这个题目的答案可能现在没有办法出现。如果你很急着一定要确定关系的话，觉得这个时间蛮不适合，这时间很容易破坏掉这个题目，很容易破坏掉这个关系。因为这个题目本来就是处于一个暧昧关系嘛，暧昧关系本来就会一直介于朋友跟恋爱这样走来来往往这样子。我只能说，现在看到的这个牌面好像时间点是错，就天时地利人和的时是蛮错的哦，人还算对，事情就是时间上是比较差一点。好，我们再来看一张，来，我再请塔罗给我一个。好，也再给我让他帮我看清楚了，看清楚他的心境。这
抽的。的确跟我刚刚想的一样哈，他现在心里有一些难题哈，可能跟你没有关系，跟他其他事情要处理比较有关系。他现在心里要找到一个，总之他现在真的很忙哈，他心态上在忙很多事情，不知道事情是真的很多，还是他心情上其实现在还蛮多事情要面对的，然后他现在更专注于他现在心里忙的那个事情的答案跟解决，然后恢复到一个正常平稳的状态之后，也许他才能够比较能够面对你现在要决定是朋友还是恋人这个关系。我没有，因为我当正义牌出现的时候，它有一些小小的危机啦，哈，就是这个牌里面有藏了非常多，比较多自我，比较多自我困境，比较多跟感情没有关系的一些事情需要解决的。它里面不只是正义牌，它里面还有很多事情要急迫需要解决的，而且都是他自己跟你没有关系。所以目前他不适合你去逼急着问他说要不要朋友或者是恋人，但是那这个我觉得就先处于暧昧好了，也不是说这个暧昧就是没有结果或是没有办法下去。我个人是觉得啦，通常这种情况的时候，你也不要在他附近或是生活中消失，你就偶然的出现，也不要太长，偶然，或是你去感受一下，他可能现在需要你跟你聊一聊，需要你一起出去或什么的，或是你要自己找机会出现在他面前，不要直接从他的生活中或什么消失，让他还是能感受到你一些存在感，不要因为这个关系还没有完全确定就直接消失，因为现在这个确实是时间点的问题，不是你跟他的问题啦。我们要体会一下，每个人都会有很多专注力分散的时刻，尤其有些人工作是真的很忙，他可能一整天的压力或什么都在上班那边，他回到家一下班，他没有办法完全切割这个身份。那身为我们可能会成为他恋人的人的话，我们趁这个机会也学习一下自己怎么体会，即便以后成为恋人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你身上的那个情况，我们不如现在就趁现在来学习一下这样子的困境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协调自己站的位置，还能够站得在这个关系里面，还可能站得很重要，却不打扰对方。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学习一下一个关系内的距离感，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距离感如何保持一个柔软有弹性的空间，给予他空间时间，还能够保持紧密的关系。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学习了，因为这个情况不会只是暧昧的时候出现的，有的时候你们只是在一起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这个情况，而且必须说，这个情况也不是只有他才会有，你可能也会有。所以等到你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当然也会希望别人也能够体谅你没有办法把专注力在这段时间这么注意力在感情方面，因为有时候生活生存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爱情可能就是相互支持的价值更重要，所以这时候他可能更需要的是你的支持跟理解。如果他愿意跟你聊的话，你就尽量的给他支持，也许以一种我本来就不会很理解，但是我很想要理解你的这个角度去站在他旁边。朋友恋人，好，我再帮你看看。那么来帮你看一下塔罗让他说，那他现在需要什么？他需要什么？他现在心理是确实比较脆弱的啦，因为他现在比较像是，因为这是战车牌嘛，他现在确实是要去背负着某些势在必行的事情，然后他自己可能心态跟内在是没有完全准备好，但是他已经要披着盔甲去打仗了。这里已经有2种要往前奔驰去面对的牌了，不止哦，这里也有。他现在蛮辛苦的啦，但他表现的不会让你那么快发现。也许你发现，可是对他来讲，他觉得他没有让你发现这件事情。他的情绪现在其实以内在来讲，其实是有点乱。我觉得他心里可能想渴望要做到的某件事情，他正在努力中。
他想要实现某些东西的具体化，就是说他现在在努力某个他以前想要的东西，然后现在好像蛮接近的，或是现在有遇到难处，他心情形态上其实蛮不平稳的，他的心内在波动还蛮大的，所以他急迫的想要有正义牌这个你知道这里有两个东西真相与胜利他其实他内在现在有一个方向感，他快要达到，或是他觉得他快要达到，然后他正在要专注这件事情的达成。不过这个阶段对他来讲蛮难的，很混乱因为有一些星象出来，就是也有水星也有月亮这种属于比较隐晦的内在盲点的星象的能量有出现如果以你的角度啦，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的关系有多好但我现在以朋友的角度去关心他，跟他聊聊或是也许你们是soul mate的，比较接近soul mate的关系绵soul mate也不一定是要在一起啦，就是彼此能够最了解他现在的心意，或是他愿意跟你一起吐露心事的这个关系的时候，他现在蛮需要有人去帮他整理一下他现在生活上或是面对什么事情的困境的那个心思混乱的局面。他现在还蛮需要整理内在感受，因为我看到，因为战车牌的水能量蛮多的啦，里面大概有个7、8个圣杯的能量，这样好几个能量在里面。他其实也有大概有20-30%已经感觉到很累了，再加上本人就是这一个牌的话，他也想当一个，他也想表现得不错，他也想当一个能够把事情都处理好的人，然后他也想当一个情绪上不要这么波动的人因为这里除了那个玄宗皇后出现的时候，其实这里也有带着那个圣杯皇后的能量在里面然后那一种巨蟹座想要的稳定性啊，也在里面，在这个牌面的底下在跑他表面上你仔细看，他现在可能有一点在单打独斗面对很多事情，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去过到感情上内在的这个东西。如果你现在急迫的要去问他说我们要是朋友就还是恋人比较好的话，他确实是没有办法给你答案，你会更混乱。他这个我们要去确定某个关系的时间点，确实是应该要选在彼此都比较稳定的时候，我们再来聊这个事情。这样子的解决方式比较好。不要看他表面上好像很稳定，能够承受很多事情，其实他心里其实是蛮澎湃的，在处理很多事情他面对的压力其实，蛮复杂性蛮高不过其中我也有看到，他要的东西真的有点太多了。不是说他自己贪心或什么，而是他的专注力现在很难达到他想要的那个专注力。所以我想，你可以以朋友的现以朋友的关系接近他亲近他，会比直接要求他变成恋人好一些。因为恋人的时候，因为两个人在一起恋人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从两个人变成一个人的生活关系嘛基本概念是这样，不知道每个人能不能这样。可能也可以就是说从朋友变成 dating 的状态，这个只是交往，还没有到恋人其实这个题目我每次看到大家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都觉得这题目有一点太单刀直入，切成两个答案。朋友、恋人，其实中间还有很多层次。朋友到恋人中间还有很多的层次，我们这个中间这个层次里面也有它的丰富性。所以你也不要觉得说朋友直接没有变成恋人就很可惜，没有朋友变成恋人中间还有很多丰富性，除了暧昧之外，它还有所谓的 dating， 还有知心好友，还有soul mate，还有很多种层次还有一些陪伴啊，什么幼儿陪伴，很多层次。那你可以从朋友这边再先进一步，看是哪一个新的层次来去支持他现在的他你仔细观察，他其实如果他是个上进的人的话，他现在真的是很忙他要面对的很多事情，可能不一定是工作他也有可能是家人的事情，他也没有这样办法跟你说。但是你可以去发掘一下，他某些时候他脸部会有一些愁容你那个时候就赶快切入去问他，或者去关心他，或是就陪在他身边，让他觉得有时温暖或什么。来，我再帮你翻一张牌，看你能做什么现在这情况你能做些什么？钱币皇后，
钱币皇后的话，的确也，她现在处于一个比较不这么踏实的心境上面。如果我们要给你的建议牌是钱币皇后的话，确实了，你是有能力可以稳定一下他现在的内在的人哈，你给他一些。我脑袋出现的是，你可以带他出去吃个饭，或者是带他去旅游一下，带他去玩一下，几个小时的就好了，不用什么一天两天，再带他分心一下，好，带他去看个电影，好，然后带他去逛个街，或是看看你可以买个东西给他或什么的。因为他这里圣杯皇，钱币皇后出现的是概念是比较物质性的哈，扎实的地基，物质的，然后中间还渗透着一些有滋润的。能够滋润心灵的感受，这里面有这个东西。那我刚刚问的是说，你能做些什么？大概就是这些，就是陪他去感受一些生活的温馨度、温暖度，带他去吃饭啊，然后去看一些什么，去动物园啊什么，让他感受到生命生活里面的一些温暖跟丰富性哈，让他现在心里这些他要面对的，不要让，因为他现在的处于的状况是，他现在眼前就只有他一个人要面对很多事情这个概念，他忘记他背后其实有人可以支持他，不是说没有人支持他，或是他不知道有没有人支持他，而是他完全没有想到后面其实可以有人支持他这样子。那如果你现在在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先用朋友的角度，或是更好的朋友这个角度，或是介于恋人跟朋友中间的这一个位置去支持他、陪伴他，或是跟他聊一聊，然后带他出去。不要让他自己一个人孤独的用自己的能力或方法去面对所有的事情，因为他会太久，他会有很多情况，第一他会累，累了就不会说，说了就会压抑很多情绪，最后爆发出来的时候你也没办法应付哈，因为他现在可能各方面都太硬了，想事情都太熬了，太硬了，他的柔软度消失了，那你可能就是要成为他现在这个处境里面的柔软性质哈，因为这钱币皇后出现了嘛，水。感官，因为里面也有一些感官的牌哈。不过这里钱币皇后里面还有别的能量，比如说也有太阳牌，有命运之轮哈。有一种你必须带着他走，领导他哦，然后温暖的东西，然后里面有一些感官的性质，就是你让他在五感上面感受到一些 support 啦。五感嘛，哈，看得到的、吃得到的、闻得到的、摸得到的这些东西，哈，让它比较有生存感，或是比较有存在感、生命力，哦，有生命力的东西要给他，不要让他处于这种，哈，因为他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去面对，因为如果你要成为他的恋人的话，他变成是另外一个新的责任，又要加附在他身上。现在他现在不是需不需要的问题，他现在是他的能量快消耗完了，哎，再一张看看你还能多做什么。不。一样啦，对了，这能多做的话，就是你要领导他哈，因为这个里面它有一个牡羊座有个什么羊座嘛，狮子座，对，狮子座，国王啊，sorry，其实刚前面也讲反，就是说，其实我刚前面是有讲说，有权杖皇后，没有，其实前面就已经是权杖国王了，那现在又翻出来哈，卡罗普人在告诉我说前面是权杖国王哈 ，OK， 那我们再纠正一下哈，前面其实我讲成权杖国王的，其实是我讲成权杖皇后的时候，其实内在是属于权杖国王，那他们差别就只是可能在牡羊座、狮子座这两种差异啦，可是性质还是一样，都是火能量很强的哈，所以如果要调整一下我说的方法了，就是我后面刚刚说你可能。你要带领着他去感受一下生活，或是带领着他去面对一下内在的那个不平衡跟混乱哈。其实前面也有讲到哈，只是我把它讲成是权杖皇后了，没关系。其实他们是同一个区域的啦，只是能量的方向比较少。我前面有说那个权杖皇后里面有一个温的感觉哈，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权杖国王。那权杖国王是没有那么温的感觉，权杖国王都是烫的感觉。权杖国王只是烫的感觉哈，然后只是。权杖皇后才有那个温水的感觉，不过这个能量在里面都有出现，只是比例交换一下，比例可能那种热度可能要提升，然后温的热度可能降一点。也就是说，这样解释太复杂，我只能自己去说哈。你必须要有比较大的一个领导力量去帮助他了，不要比较被动，你要主动一点去
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你要主动一点去陪他哈，然后要比较生活面的、比较物质面的、比较有感受力的，就是说出去外面玩，然后心情会放松这种哈，然后去看个电影，然后注意力会分心哈，让他一下分心一下，然后带他去吃饭，可以去享受一下美食，让他感受一下生活的品质，这样子，不要让他一个人在这面对这么多事情哦。对，如果现在是全上皇后的话，如果照这样讲的话，全上皇后是还是有。这里底下出现了2张太阳牌哈，就是说，其实你能做到的东西，他现在很需要某些温暖啦，某些阳光普照的，在阴暗的角落，或是他希望你可以把你自己做成是在下雨阴天之后出现的阳光普照。你要这个，他现在还蛮需要这个的，因为现在看到他身上的能量那个。劳累感实在是太重了尤其战车牌出现的时候，他有一些疲惫感。在这里，而且如果真的是权杖皇后的话，这些权杖是对权杖国王后面又出了一个权杖国王，有加重了这张牌的劳累感。他要面对的比我想象中的，他要面对的事情比我刚刚所想象中的还要多，你知道吗？虽然中间有很多的成就他已经有达到一些成就跟成果了，所以他有点离不开要让这件事情更好。因为这里跟权杖国王跟战车牌里面有一些类似的。也有出现那个权杖6的性质出来，所以他其实他并不是说从头到尾都没有得到什么成就感，在盲目的往前没有，他其实中间有一些不错的成绩，才会驱使他要更往前走。只是他现在遇到的难题又比他想象中的再难一些那我是认为啦，像这种时刻啊，你在关系里的存在价值，反而是一个建立你的存在价值的好机会。你要怎么样在他生命里有更好的立足点啊？这个时候算是一个好时机哈。再来看看别的。来看一下，帮你看一下他这个困境大概还要多久了哈。先把这个放旁边，帮你看一下他现在这个困境还有多久。我先看看这3个月，先走上这张牌3个月，1、2，这是什么？3，OK，不会太久，你大概1、2个月就会去稳定了近期他的情况就会有一些大变化，然后会从你会看到他可能会在比较差的情况突然变好了然后他会进入一个稳定的情况，然后你们的关系会在第3个月中吧，我看一下这个速度，大概到第3个月中后吧。这个能量比较像是中后，如果命运之轮是在这个时候出来的话，我感受到的，因为中间这一个能量有点拉扯那个速度，因为它这里的能量比较像是说，它这里已经突然要爬升了可是因为出现这个牌的时候，它爬升之后它有阻碍，它让这个能量到这边先去平稳，之后，然后命运之轮有一种就是加速往后冲，往某一个方向要冲，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可是这里有点刹车踩刹车，所以它的这个力道可能有被减弱所以这个变化可能不会在第2和第3个月交界中间，它可能到第3个月之后。所以你们的关系要有更多的进展，可能要到2、3。接下来的第2、3月底，直到第3个月之后。但是我觉得你不要急，因为与前面这些趋势的发展，他的故事线，他要面对的事情，当然也要花一点时间去面对、去解决。解决完之后，他需要消化，消化之后，他要平静，平静之后，他比较多的专注力会在这里，因为这边有蛮多的选择性的契机出现。所以到第3个月之后，我们的关系才会比较有进展。你可以把握一下最近这2个月，你怎么在你们这个关系里面
建立一个蛮好的位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哦，我觉得这是不可多得的一个好时机哦。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现在马上要确立恋爱关系，可是你那个恋爱关系的根基不稳，因为你跟他没有发展出你们自己的故事线，你们只是交往或什么。我觉得人跟人的关系要有一个很好的基础，就是你们要有自己的故事线，最后你们会舍不得，因为珍惜这些故事、这些回忆、这些内容，珍惜其中只有你们两个才会创造出来的感觉，才会让两个人关系更稳固，才会让两个人每次要进阶成为新的关系的时候，都会回想到这些回忆如此的珍贵，而你们的关系如此的独特，才能够慢慢往下去。那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点哦，你可以在这个时机点创造你在这个关系里面的价值哦，你可以慢慢思索哈，因为这个角色现在是他需要你，然后你有机会帮助他。有一天你们俩角色会交换呢，所以你培养他有你帮助他的这个经验，有一天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会想到你怎么帮助他的，他会复制或是进化这个经验回来帮助你们的关系，就会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成长，成为更好的建立更好的基底，不是吗？来，我再来帮你看看哈，在这个命运之轮之后呢，你们的关系进展会有什么特别的方向？可以啦，会有一个新的关系呈现。来，再看。两个没有，好，已经给你2个侍者牌了，那就是这个忙碌之后，你们2个会进入一个不是进入一个啦，就是你们会有一个焕然一新的关系出现哈，所以你可以期待，所以我觉得你们朋友进恋人关系不再很远了哈。我觉得你也可以先好好建立出你是他最好的朋友这种条件也可以，然后到最后你们真的成为恋人关系的时候，你就会有2种身份，你是恋人也是他最好的朋友，这样不是很好吗？然后他这里有说命运之轮之后大概一季之后吧，就一季之后，你们的关系会有更浓密的内在哈，会有比较纯真的内在，比较天然的内在会出现，你们的关系里面会有更多的真实自我。比较纯粹的、比较有趣的、比较难以分开的一些关系会出现，会比现在更融洽，会比现在更融洽，会更天真、更有陪伴感，更有伴侣性质，对，而且也不麻烦，没有什么太多困难，OK， 那你好好回想一下我刚刚说的某些谏言跟那些不要急这副牌有点告诉你说不要急付出你能够给予他的能力不要急，先不要特别用力去定义关系我们先花时间在关系上让自己成为在这段关系上很有价值的人，先这样子做就好了。这就是选择1的朋友，然后现在是选到第2组牌的朋友废话不多说，直接抽1张他的能量牌，我们现在看看他现在整个状况如何。来，这个好了。命运之轮，这是我最喜欢的牌之一因为我喜欢命运之轮，是因为它代表很多多样性、变化、技术，现在就会发生，显化的速度很快，有很多好事要发生这样子。然后我没有看到另外牌的讯息啦，这张牌的亮度非常高，现在来再抽1张牌来让塔罗告诉我说为什么要出这张牌我只能说对方现在很专注一些他现在很在行的事情因为这个就是所谓的专业度、努力、专注度、准备收获的一张牌。他现在很专心他的工作，而且他也做得蛮好的，而且他的信心跟自信心正在爆棚之中。我必须说，如果你现在去问他做朋友或恋人的话，蛮有机会的那如果他现在心里跟你的关系觉得是朋友跟恋人的话，我觉得他，因为我觉得这2张牌有一种安定感让我觉得他在你心里已经偷偷把你当成是像恋人这么重要了，只是他可能没有表达出来，他没有跟你说，可是他有些作为跟方式比较隐晦的，已经把你当成是很重要的角色，而且那个重要的角色已经有点趋近于恋人，只是说我们不要被某些所谓恋人这个角色应该要做的事情这种模式去套在
你跟他的关系里，你可以慢慢感受一下。也许表面上你跟他好像也没有确定是朋友或恋人，可是他对于你在他生活中的各种人里面，你的重要性，你仔细观察一下，也许有多于其他人一点，也特别于其他人一点。因为我这边看到的能量，它蛮像是它里面他内心的安全感跟安心感，能让他驱使于这么专注的去工作，专注于他现在所在行的这一件事情的安全感里面，有一些部分是包括于你。而且那个火能量啊，就是命运之轮里面的那个火能量，正在驱使他对很多事情都充满着热情，也包括对于你，知道吗？他现在是个快乐的人哦。这里牌出现快乐的能量还蛮强的，我来仔细看一下。因为毕竟这个牌到了8之后，那个他的处女座就是处女座性质，还有一些挖掘物质的性质的能量突然增强了，这样突然增强了。然后不过他后面内在的牌都是一些比较正能量的牌，所以他现在充满的一种光芒，一种光芒四射的气息，跟火没有关系啦，应该是说算是各种元素在现在这个他的情况下里面都还算是丰富度蛮够的，而且是达到平稳之上的进阶式的平稳，就是说他现在整个状态其实都是蛮好的。如果你一定要去跟他确定是朋友还是恋人关系的话，你会得到不错的答案。不过我反而觉得这个时候没那么重要，因为现在无论你是他的朋友还是恋人关系，对他来讲你都已经是很重要的了。毕竟已经出到这一张牌了，底下跑出来的，他现在就是一个能量很丰沛的人啦。你要无论现在他心里怎么想你，我觉得他就算现在心里已经觉得你是他的恋人了，然后他也把你当成是他很好的朋友之一，因为他现在整个人的那种舒适感好重你知道有些人的你知道快乐的人通常都是内在心理安全感非常重的，非常大那个安全感的能量很大，所以他很快乐。那个安全感的来源来自于哪里？很多可能是因为他有稳定的生活跟稳定的情感，然后或是稳定的社交。因为有些你要知道，有很多人的内在能量不一定是完完全全只来自于恋人，有时候是来自于他的家人。他需要能量跟精神能量的时候，他要去跟他的家人。有一种人呢，他跟家人不亲，所以他的精神能量是来自于他的朋友。然后现在这个人，他的各种精神能量都很丰沛，所以你可以观察一下他现在跟什么人，或是跟什么状态，除了工作以外，他比较接触哪一区？接触家人、接触朋友，还是常常会约你什么的，表示他的能量是来自于这个那如果你现在是他常常会见到的朋友之一的话，我相信你可以观察一下你如果在这个关系里面已经表现出比别人更高的独特性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他对你确实是有比较特别的感觉，而且是趋于恋人的啦。因为这个里面有出现一些金星的能量啊，虽然比较边边大概有15-20%的，对，比较15-20%。可是你正式的那一个是太阳的能量那个快乐的能量有水到渠成的能量，到达好的已经快接近终点那个能量，蛮存在的。然后附近也有金星能量就是皇后牌的能量，所以它其实对于现状是充满了内在的丰沛度。那如果你跟他是蛮亲近的，或是你常常在他身边出来的话，那表示这个能量都是包括在于你的啦。如果你一定要立刻确定关系的话，你可以试着去找机会问问他。或者是什么，我相信答案都还蛮好的，而且也可以不要进恋人，可以先从交往看看，就是你单独约他或单独跟他培养自己的新回忆就是你跟他可以发展出你们自己的故事线看看就不要这么多人，先发展你跟他的2个人的故事线然后要提醒一下因为朋友跟恋人中间还有很多层次朋友不是朋友就直接进恋人中间还有很多种层次，比较好的朋友soul mate或是反正关系是很多层次的啦。即使你们现在直接进入恋人开始也有很多层次什么样子的恋人，什么样子的成分
只能说现在的方向感进展还蛮好的啦。你可以珍惜一下，感受一下现在的美好状态。我再来看一下哈，来问问塔罗说，他现在对于爱情的价值观跟他的感受是什么？好了，直接单刀直入的问。结果出了这个，我只能说，你回想刚刚我讲的，他的状态比我刚刚讲的再更进阶一点。他现在甚至也觉得他有能力去照顾一份爱情啊。不过这个牌确实有一种就是对于现在现状啊，他其实内在有跑出一些对于现状的一些思维的些微的乏味感。那个乏味感可能真的是需要一个爱情出现来丰沛一下。我想你现在可以主动一点，接近他一点来跟他有一些更进一步要成为恋人的一些小小的步骤，就是你可以给他一些暗示，单独约他去看电影，单独约他去吃饭，带他去什么地方，送他一些小礼物，去暗示他说我们可以往下进阶了吗之类的。我相信现在还可以蛮顺利的因为他现在内在的那一个快乐能量很强，现在能接受，他现在的正面能量也很强，他能够接受的很多的好事，接受度也蛮大的。为什么我说接受的好事还有一个程度？因为不是每一个人有好事来，他都会完全欣然的接受，或是完全的相信。有些人像我就是好事来太多，你看我前面算盘就知道，如果好事来的太快太急，我都会怀疑其中有恶魔藏在里面。但是他现在的能量没有这个东西，他现在的好能量还蛮大的。所以有好事来的话，他会愿意试一试，然后他会愿意接受，他会愿意享受。所以你可以试着看看，让你跟他从朋友再进阶往恋人那个方向走看看。你可以试看看一些小 tips 啦，就是小动作啊，小小的温暖来看看这个关系能不能进化。那我再翻一张牌，他对爱情向往，他现在还蛮向往有一份爱情的，哇，被我翻出来了，好吧。你们现在其实他似乎早就把你当成特别重要的人了啦，只是你们没有明确的确定关系。但其实可是我觉得有些，我再看一张牌，他就是一个对于感情表达比较没那么主动的人，或是表达的没那么明显的人。对，塔牌在这里跟我的问题来说的话，我觉得他对于表达感情是有一个木讷感啦。他心中会比较害怕说，一旦他透露了他真实的情感的时候，有很多东西会崩坏。他可能有知道说，他可能有之前有某些经验，他没有办法去。他对于情绪，就是说，有些人还蛮怕，小剧场很多的人，或是情绪浮动很大的人，并不是说他们厌恶，而是他们可能有些人的本质上就是比较难应付。我就讲个比较特别的比喻啦，比如说，理组跟文组的，第二类组、第三类组的，或者社会组的，这是完全不同组的。文组的跟理组的人，他们对于事情的思考模式，右脑左脑是完全不同的。那他可能就是这种人，就是他对于情感的敏感度比较多。就是有些人对钱的敏感度很高，100块、1块、10块、1000块，对他来讲都是非常大的差别。那你要把它换成是他对情感，他对情感的层次的分别能力可能没有你这么多他比较单纯对情感的。所以当我问到说感情这个部分的话，他给了塔牌，我觉得他是在暗示说，他心里有一层害怕，或是他之前的经验有可能处理感情或是处理心情处理感性的东西能力比较差。所以可能如果这一段关系要进阶的话，你们要从朋友变恋人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主动一点。他心里是他心里是有可能他不知不觉的已经准备好可以有爱情或是有恋人关系了只是因为他可能本质上对这个能力的抒发表达比较差，所以他有一点点先放在心里，然后享受这份能量他也没有知觉的享受，但是这个能量确实在他心里。我觉得你可以试着去开发出来，他自己也会蛮惊讶，他其实有这种向往的。那再看一下，问题是，问塔罗了。我刚刚讲的，我刚刚所想的那东西，就是这个人所想的嘛。
对，保健期，哦塔罗跟我说，我讲的比这个人，我想太复杂了。哎，我就是说，这个人比我刚刚讲的再更单纯一点。哦，他甚至可能对于情感的东西会更木讷一点，他更没有办法去思考了。他可能他也不是笨，他只是比较难去排列组合情感这个东西哦，或是他也没有那么有这样子的经验，所以他可能没有那个能力哈、哦。所以说到选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如果你是一个情感或各方面比较敏感的人，你可能要带领他去，如果你要开发他，然后你可能要去挖掘他内在比较感性的东西，聊聊他的以前的过往啊，聊聊他。我跟你讲，有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个人情感面的时候，你可以先问他喜欢看什么电影，因为电影是最那个的。然后通常你也可以问他喜欢看什么动画、卡通类的，或是他喜不喜欢去游乐园就是或是他平常对什么东西有感兴趣，他上 YouTube 喜欢看什么样子类型的东西，从这种东西去切入他的喜好来去理解他的感性面。那么，因为很多人离开了工作，离开了专业之后，放松心情，变回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通常会比较会回到自己的感性面。所以他这种比较私人兴趣的小生活的东西，我们才可以挖掘出他感性面啦。所以你想要更了解他这个部分的话，可以多问一下这些问题哈。目前确实是有看出来，他情感面是比较木讷的，因为水能量真的有点太少了。这个火土啊。我看一下这个金刚国王的话，影射了什么东西啊？两个人生，的确没有什么漏讲的。来，我们再翻一张来看看你能做些什么。观望啊，现在你确实是这一个关系的，就是现在关系有到了一个分水岭哈，然后你是能够确定这关系要跨过这个分水岭的关键啦。因为我问的是你能做什么，你才是能够推动这个关系往前的那一个角色。来，再抽一张来给我看，就为什么要给我全张了？对，没错，就是我讲的。你确实是这个关系进阶的关键点哈。你是哪一个？因为其实他这张国王牌里面的那个火能量超高的哦，里面那个权杖带来的权杖能量之高的，大概有十几根权杖的火能量正烧起来。但是如果是出现我问你的角色的话，出现权杖，我觉得你需要处理一下这个火能量哦，你才是能够把他带领到你们新的关系的新的一个境界的人哈。那因为这一个塔牌他嘛，这个是火星能量，这个火能量也很强哈。但是他是用一种絮乱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内心，所以他现在其实即使内在有再多的憧憬、火能量、热情对事物的热情，可他没有办法整理，他比较不会整理，所以你可能你可能要多主动一点去，因为他物质、精神这两面哈，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擅长弄那么平衡的啦。哦，像我个人就是物质跟精神，我的精神面很强，回到物质面的时候就会变得比较笨。那他可能就相反，好，他就对这种理解可能比较差。那如果你是，那你就带领他；如果你不是，你们两个就一起学习好吗？总是要谈论沟通，才能够找到彼此的缺陷来补齐嘛。不会有完全契合的人。但是学习之后，我们可以提高两个人的契合度跟，知道这个逻辑就像说，我们今天去看电影去什么，如果你比其他人先知道逃生出口出去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们两个人的生存几率就是比别人高，不是吗？那这个也是，就是说原本的契合度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可是经过互相理解、沟通，补足了那些角落的时候，你们会比那些不沟通的人的契合度再提高更多，不是吗？有些人一开始就很契合，他们就觉得他们两个是 twins， 是什么都很合啊什么。等到吵架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有很多东西他们没有沟通，有很多他们看不到的硬碰硬的角落不吻合的角落，他们没有沟通到，所以吵架的时候都非常奔放但是如果如果先说有两个可能如果你是比较感性，他是比较物质的，那你是比较精神，他比较物质的话，你可以带领他挖掘他那个部分让他也补齐自己心理上精神面的丰富度，让他提升一下内在丰富度。但如果你们两个都是属于物质面比较在乎的就是生活的 sense 啊、品物质五感啊、感官的东西比较重视的人那么俩就一起学习啊。去多接触一些比较感性的事情，多看一些你没看过的电影啊，或是什么的离开一下原本的习惯，两个人一起学习新的东西，一起去开展新的东西，两个一起补齐然后才会发现说两个人缺的东西类似，但是却不一样，然后你们就可以交换新的，这样的关系也会有所进展，然后精神面也会一起提升你们会找到你们两个关系里面适合的精神事物。再抽一张。这样子问好了，你们接下来3个月的关系进展哪个时候的能量比较强？就抽3张来看3个月。1、2、3，就给了这两个，是不是深？都还不错啦，有讲到我刚刚说的你们确实要多挖一下内在感性的部分然后这边有提示说，你们要彼此了解一下自己彼此的朋友圈。你们两个的关系契合度，如果说要从朋友往上进展到恋人这方面的话，朋友的角色还蛮重要的，这里有出现。然后精神面确实在这个关系里面有点缺乏有人比较弱，但不知道是谁精神面的东西有点失衡，跟物质面、精神面不太没有整理过不知道是谁的。那你们目前看起来是他啦，他的问题比较大，内在精神面，因为他太重视于反正就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头脑啦感性的东西是有点缺乏，你们可能要去挖掘一下这个部分。然后你们的 community 社群、家人、朋友圈，可能要彼此交换一下，或者彼此介绍一下、彼此接触。就是你跟他，你跟着他去，你可能要多接近他自己的朋友，然后他也要有机会来接近你的朋友，就你的朋友认识要交换一下，来彼此了解一下彼此的环境的立体度、生活的立体度不要只是中间隔了一条线，就是你的朋友圈是你的朋友，我的朋友就是朋友，没有啊，你们要彼此交换。也许你很适合他的朋友圈，他也很适合你的朋友圈，他可以找到投契的、比较可以聊的人，然后他也可以从中了解你的重要性跟你的独特性也可以看到你的不同面。相反的，你也可以看到他的然后你也可以找到机会去挖掘他的感性的那一面这都是不错的。这3个月来说，3个月都有不错、很稳的、还不错的发展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任何时间去提升你们两个的关系都可以。好吧，2号牌其实都还蛮顺利的正能量蛮多的。除了这一张的话，这张也没有什么太大负能量，它也只是告诉我说，有些火焰太强了，需要女祭司来整理一下。不过这里其实有一些牌，其实底下有出现女祭司来，所以我才会一直跟你说要有挖掘内心跟精神面的东西。有啦，只是不是牌面上那些就对了。好，那这个就是水到2的朋友，希望你有听到我讲的建言里面的一些智慧跟方法谢谢。这里是选到第3组的朋友我们不废话多说了就直接来抽，来看一下他这个人现在目前的能量抽这个好了。这里跑出了一个愚人牌好喜欢第1张牌抽出愚人牌来，这边有一张宝剑3，哇非常对冲的2张牌。
首先我先讲愚人牌哈，它现在的能量哈，如果已经是题目朋友猎人的话，它现在蛮有一些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能量。不过呢，我必须提醒哈，如果你们要从朋友进到恋人的话，他的心态内在是没有准备好的，但他是超级乐观的，他是用超级乐观的角度往新关系走去，但其实他是没有想过的，他是没有准备好的。然后突然这张牌跟在后面的话，我觉得这张牌是有点在提醒你啦，就是提醒你他没有准备好啦，你可能会有点意外，就是你会有点意外，有很多意外的感觉，就是我们不是进到下一个阶段了吗？怎么感觉还像朋友哦？或是我们不是已经恋人关系了吗？然后可能从朋友到恋人，你可能需要更多他的关注，可是他也没有做到。所以目前我不知道现在这个人的在你的理解上，他是不是比较有智慧的人，或者比较聪明、比较灵活的？如果他是那他可以解决这张牌所带来的可能的一些你的感官上的惊讶感。所谓的惊讶感，就是可能跟你的期待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如果他是有智慧、比较有处理能力的话，他可以跟你一起解决，可以跟你一起面对，因为他这个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能量蛮好的，就是说从朋友转换成恋人的这个能量还蛮好的。我是觉得，就是至少有这个冲动跟这个主动性这个很高，因为愚人牌其实它在整个塔罗牌里面，它算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在最前面、最高阶的位置左右的一张牌，它跟魔术师牌操作到很前面，比较有灵性，比较有能力，比较多变化，比较有可能性的一张牌。所以每次出到这个牌或者魔术师牌的时候，我都会认为智慧这个人的智慧程度都还蛮高的，不要被他这个牌的所谓的茫然盲勇或者很多书上都这样解释他这个盲，没有，我觉得他算是一个很高级的位置。所以我会相信如果出现愚人牌，我会相信这个人的多变性、处理事情的能力所以出现这个牌，我也是不会害怕了。我反而比较担心是你可能对于这份关系的境界过多的期待，然后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所以你可能会有点惊讶然后你会自己伤害自己，而且他也没有那个意思。那再看一下他的能量，再给我一张牌看一下整个立体感。恶魔，这个的话，它会比你想象中的稳定。它也会比我刚刚所认为的稳定很多，只是它对于某些情感的溺爱成分还蛮高的如果你们两个进到恋人关系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有一点黏腻这个人他也可能会有很多不加思索的行为，他可能就是他想要就要做。他想要你怎么样，他就要做，但他都没有太多恶意，他只是你知道他有某一些性格水象，他的水象星座的性格也有在里面巨蟹座的。比如说有时候水能量他会有一种黏腻感，就是背道而驰的黏腻感。他所做的不是像他表面上，比如说打个比方，比如说双鱼座的说他喜欢欺负他喜欢的人，但是这是他爱的表现之一。类似像这样，再打个比方，那巨蟹座是怎么处理这个部分？我想一下，巨蟹座会有一种古灵精怪，有一种很难让人摸得着头绪的活泼感，很像看起来是很活泼的，又好像又没有什么逻辑的那一种活泼感但他明明就是一个很顾家庭和什么的，可是你看他的表现又好像有点太过兴奋。他有一个很难以掌握的、很难以去诠释的稳定感，跟他对于稳定的要求，你很难。比较难琢磨那个水能量有点跑来跑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所以他会有一种，他现在想要什么，他会马上想要看见或什么得到的那一种黏腻感。他现在想要看到你，他就希望你出现的这种黏腻感，但他也不是说他真的要黏你，他就是对于感官这个东西的需求量很大。感觉就是我现在想要看到你，我现在想要听到你说话，我想要带你去吃东西，他好像现在就要做到的那种感觉。因为这个愚人牌的能量很强啦，愚人牌的能量一直处在一种我要下一步走，我现在要做，我下一步就跨出去了这种比较有一点盲目不是盲目鲁莽的个性在里面
倒觉得，如果你要跟他确定朋友跟恋人关系的时候，你要有点心理准备，他对你的表现，或是要求，对你的喜爱各方面的情感面的浓度会加倍。如果从朋友到恋人，那我们要看他怎么他现在把你当朋友还是当恋人？目前我觉得是朋友，但是他心中也有可以变成恋人的期待，但是我没有看到他准备好。来看一下，这个要问清楚。他现在比较渴望成为恋人还是朋友？他现在想要变成恋人吗？这样子问比较快。有呢，但是他是比较属于试试看，他想试试看，而不是他很想要。这个感觉是这个他想试试看会不会有什么他没想过的特别的事，他觉得这件事变成恋人这件事蛮特别的，所以他想试试看。但我目前是觉得就只是想试试看，对，然后再弄清楚。为什么给我保建议？的确一样，他想试试看，他想看看自己有没有能力跟你成为恋人，他也想知道跟你在一起是什么感觉。为什么要解节制牌？因为这个节制牌里面有射手座的那种奔放感啦，那个里面的奔放感有点重哦。你知道，如果它里面射手能量跑出来的时候，就表示它的收尾很烂，他只是想开始。我觉得这个里面都有射手能量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射手座射手能量出现的时候，通常都是所谓的前面很完美，后面收尾很烂，就虎头蛇尾的个性有，所以都完全印证我前面的。他比较想跨出下一步，就想进阶，想要试试看，可是他没有准备好。对，变成恋人之后，可能里面要负担的是你的生活的责任，或是对于你的情感的责任，因为他这个是两个人要组合成一体的一种生活感，而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感，只是都在一起。没有啊，当然从如果是朋友关系的话，就是你的生活是我的生活。可是如果是恋人的话，两个人会有交集点，可能会1+1变成1的概念哈。那他其实没有想过这个，他不是很准备好这个概念来去进化成恋人。所以，如果你一定要跟他从朋友变成恋人的话，你有点心理准备，他可能有点不太理解恋人是什么样子的模式，或是他没有自己一个所谓恋人的模式哦。的确，很多人是没有想清楚的或是很多人是不知道。但是也不能怪别人，这不是一定要知道的常识怎么样成为恋人，不是每个人都该知道的，这不是个常识问题，这是一种学习的东西。为什么给我节制牌？这牌告诉我说，他觉得，好吧，我觉得他有点认为，就跟我刚刚看的差不多，就是他想试看看，他想进去看看他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牌不是说很多人而是这个牌比较像是说，他觉得好像很有趣好像很有挑战性，好像有很多他没有看过的东西。跟你不是说他没有谈过恋爱，而是说跟你变成恋人的话，好像有很多惊喜跟很多。他愿意去冒险的东西，他愿意挑战的东西。哇，这里很多牌都在吻合一开始出愚人牌，这个我要看清楚。而且如果出现了，对啊，这个是权杖5哈。如果出现权杖5的话，所以就命运之轮也会连带的从这里冲出来，然后狮子座力量牌，我这样从世界牌也有。的确，我觉得他现在如果他其实有点也可以向往你们两个变成恋人因为他有一些设想的世界，而且这是他对于你们两个变成恋人的那个世界的感受比较多，像是有趣、好玩、有挑战性，但是他不知道如果这一个关系没有处理好会变不好。他现在比较乐观的去想说，反正在一起好像也不错，好像蛮不错的，而且他也有一个小小的自信，觉得他能够应付各种方法。因为节制牌里面带了一些还不错的能量
也有带了魔术师，也有带了女祭司的能量在里面哦。然后人没那么多啦，因为他不是一定会陪在旁边的，只是在附近那个能量有互相影响到。他现在觉得他还蛮有自信的，如果变成恋人，他应该可以处理得很好。他也很有自信，如果你们两个进入恋人关系还不错。所以他心里有没有觉得？他现在还没有觉得你们两个是进入恋人啦，但是他心里也觉得可能变成恋人也是不错，但现在是朋友关系。好，来看一下，问一个问题：他现在有没有？他现在渴望变成恋人的指数？翻2张好了。他现在觉得，他现在觉得可以发展成恋人，那就表示他前面我说的，他觉得可以试看看，觉得应该还蛮好玩的。现在关系变成恋人，好像还不错的，因为这两个都是已经是尾巴牌了耶，都已经20了，都已经到20到10了，都是所谓的一个旅程的已经接近终点的牌，都已经到了审判牌，要进化，要改变了，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所以他现在的心态确实，你看哦。愚人牌愚人牌就是所谓的某些分水岭要跨出下一步，可是是一个冒险未知的下一步。那这个已经那个钱币10已经算是一整个旅程的终点了，就是他内心想法是可以了，已经现在你们的关系现在已经到了某一个已经满足点了，也许可以往下进阶。然后到了 Judgment， 在后面就是世界牌了耶。世界牌在其中这里面有些出现了，只是要到这个他已经思考过，可以进到下一阶了。所以他心里，如果说朋友跟恋人，他心里是已经准备好可以变成恋人了啦。所以你可以试看看了。但是确实前面有提醒哦，他没有那么认真想过为什么要变成恋人哦，他只是觉得可以变成恋人看看，可以试看看。然后我来问一下，如果你们两个变成恋人的话，这个关系的稳定度初期如何？OK， 好啦，可以啦。初期是乐观的，情况也不错，但是我看到的关键点是，可能在于你的掌握、你的能力、你的价值观影响它比较多哦。初期都不错啦，那个情况不错哦。你的影响力比较大哈，你在其中的看起来，除了皇后金星能量在这里发生，我觉得你们两个变成恋人牌的话，你的气势跟你的整个地位会比他再高一点点，他也有一点依赖你，所以你可以掌握整个全局，在整个恋爱关系里，让你也会感觉到蛮舒适的，并不会那么艰难哈。所以现在的这个主控权，朋友跟恋人关系主控权放在你身上，然后他比较是被动的，可以跟着你去做，所以 OK， 看起来你是比他有经验的人。在于情感面这个，所以你可以带领他往下进入恋人关系哈。他现在其实 OK 啦，你们可以试看看。来，我帮你看一下接下来3个月的这个朋友恋人关系的能量。那没有什么不好，都是好的。给我出了这么多权杖，3月都不错，可以试着进入恋人关系看看好吗？好，可以了，好，不是单单只朋友，可以火能量好多哦。不过这整个整理你们关系的关键点在于你哈，因为你出了皇后牌，好，没有什么问题啦，这3个月。你可以先当做一个不错的3个月旅程，然后成为恋人这样子。然后记得的这里我有隐约的收到一个讯息，有发现得失心在里面搅乱这个关系。我有收到这个讯息，我知道我看到哪张牌出现的。但是我现在就先提醒你那一个得失心跟过重的期待感会破坏目前前3个月的
恋人的探索期、冒险期的那种乐观进取、乐观感、正面感哈。所以记得一开始的时候都是一种感受的阶段，都是一些经验吸收的阶段哈。很多东西都先包容，都先收下，让身体慢慢的消化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是什么哈。不要马上做出反应哦。记得，我发现你也是这关系里面更聪明的人。所以记得哈，这个关系的初期，很多关键点在于你的情绪控制跟你的反应哦。好的，这就是选到3的朋友哈，差不多这个牌蛮顺的，你可以试试看咯。好，来，现在是选到第4号组的朋友哈，来，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来抽哈，来看看现在对方的这个能量哈。好。对方现在的这个能量是宝剑9，我想应该很多人看到这张牌的时候就会说，这样这个人可能脑袋没办法去接受朋友或恋人，可他觉得他太多困扰了。可是我所看到的可不是这个，我看到的是这个人他现在正在有一个求救讯号。我先说，如果你们关系现在还蛮紧密的，你是他身边蛮重要的人的话，没有太远的时候，他现在蛮需要有人陪伴跟一些建议跟指导的耶。只是他愿不愿意说出来，或是他们表现出来，这只你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耶。不过现在可以告诉你，他确实有一些思考上的困扰，跟他现在想面对的问题，他现在还在压力蛮大的，没办法解决。我再来看，再看一张牌来看看他整个情况的立体化感。他现在有些东西需要答案我觉得你帮不上忙，你帮不上忙，因为他这个已经往内缩了，他这个气氛已经往他自己个人私人化的事情在处理了，然后已经有点到边际了情感面就是他这个整个风的性质已经到了有点暴风雨、台风那个思绪我讲是思绪不是心情。那你能做什么？哎呦，你可以帮他厘清你可以帮他物质、精神面都能够帮助他呢。你要不要主动一点去关心他一下哈？现在我们先不管情人还是恋人的角度，朋友还是恋人的角度你现在好像是他蛮重要的一个助力耶，或是一个能够帮助他的人那我觉得你去看看他我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是比较外显还是比较不那个，我觉得你可以去帮他，而且好像你有这个能力我先说那个朋友跟恋人这个关系有时候这个时机点好像不太，你现在这3张牌我看到的是这个时间点不太能确定要朋友还是恋人，但是他出了一个契机点是，现在是你很好建立在他心目中地位的一个时候，我们不要刻意。我们先从朋友这个角度去帮忙他。现在他牌面是说你有这个能力去帮助他，因为你对很多事情的认知角度跟你现在身上的能力，好像可以帮助他解决一下。因为这风能量好像都渐的，这些风能量太多，已经连3张都是这种了。这狂风没有暴雨了，这就狂风而已，这能量好多像你可能要去帮助他一下。来，我再看一张你能做什么？对啦。皇帝牌都出了，你现在可以带领他一下你现在需要主动一点去影响他一下，他现在有点困住了如果以朋友、恋人角度来说，你现在是你一个很好建立自己关系位置跟价值的机会我们不是为了说为了要去这件事，而是你的真心关心跟付出，在这个关键点是蛮重要的我来看一下，他现在有没有需要你的帮助呢？或是他需要你出现呢？有。他希望你不要想那么多他希望你来啦可是他希望你来的目的单纯一点。我觉得他这里出现的是比较像是一种小小的温暖，他需要有一点照明，他需要有人给他一点点建议方向照明，但不用太强，不用太多所以他这应该是暗示说，你只要有存在感，差不多就够了你不要太去左右他的
方向或决定，你大概只要出现给他一些小小的暗示隐晦，或是听他讲很多事情，或只给一两句建议就好，而且是那种不是正中红心的建议，而是一些旁敲侧击的打侧翼的建议。就比如说，譬如说你已经看到他的决定是错的，那你不要直接跟他讲说，我觉得你这个是错的，不要做。这个就是太正中红心的建议。你应该是说，你有没有什么别的选择可以想出来？你有没有什么没有想到的选择可以做，或是有没有什么别条路可以拿出来比较？这也是一种叫他不要做的方法，可是就是比较旁敲侧击，而不是直接讲。因为你这个牌出现的时候，确实有点暗示说你可能要领导他，可是也不要这么的下指令的去帮他，还是要让他自己靠自己的思维化解。因为他现在这张牌虽然他有很多脑袋思维的困扰，可是因为正义牌出现的时候，其实他有能力去解决他现在思维上的困扰，只是他现在还没办法想清楚，所以你的出现，你可能要帮他整合一下，因为这个有所谓的调和整合能力最强的一张牌在这里其中包括了你有高度的智慧跟理解能力。所以如果我问他说你要怎么帮忙他出现这张牌，表示你确实是有更高的智慧跟理解能力去帮助他，在这个时机而不是永久的比较，在这个时机点上，你确实是能够帮助他。来，我再看一张，帮我看一下他现在还需要什么。对，就是我刚讲的，他现在有一个困扰是，他有很相同价值的东西在困扰着他做选择，而不是很难比较的两样东西，是两样很类似、同等重量、就是太难选择的两个了，就是两个东西都是好的，或者两个东西都是差的，只有一个比较好，可是他现在还是没办法判断出来，所以你可能要去帮他提出建议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已经离我们的题目什么情人恋人这个东西已经有点偏掉了。他现在所有的成分都比较像是很好的朋友。不过我们要进阶到恋人的时候，我们当然是不能从普通朋友变成恋人了。我们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朋友位置站稳了，在进入恋人的时候，的关系才会比较奠定的基石才会比较厚实嘛。现在你能做到的，确实是帮他整合一下，跟调和一下他的选择跟他的困扰而且这也没有说要你只是听他的，而是多交流一下你的经验跟你所会的东西。帮我看一下再帮我看一下他现在的问题点跟他需要你的位置跟什么，我不知道，看一下他给我什么，我来才能翻出来。马上就是这个。对啦，他还困住了这个两个困住了，他困住了，需要你去帮忙调和，帮他解开再一张。我觉得他现在能听到别人给他建议的人不多，我觉得你是其中之一，他愿意听的人你去试着帮他这个情况来让你们的朋友关系进阶。那至于会不会变成恋人，好像不是现在可以思考的问题但至少你可以在这个时期点建立你在他的生命里的重要性了。那我再看一下，他还没有需要什么。68是，这是4。圣杯4的话，我是问他还需要什么这两张牌呼应出，他现在太封闭自己的想法，他有点固步自封你确实是现在能够帮他解开的那一个可能的钥匙，可能的10把钥匙之一。我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你身上可能有10把能够解开他的钥匙，可是不知道用哪一把这样子。可是钥匙在你身上，就是说他可能，我为什么说10把或者更多？就是说他现在有很多问题能解决的钥匙都在你身上，可是不知道他现在现在该用哪一个钥匙解开哪一个锁，你知道吗？这个需要靠你去探索，所以才有这个牌这个牌，还有这个，因为
上锁的是他自己那你有能力开锁的你是你而且你的能力牌还蛮大的，然后他心中一直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他现在没有这个能力你要有一点莽撞啦，你有一点冲动啦，不要想太多因为他这边给你的牌都比较像是直接去，火能量比较高，叫你直接去面对他，问他要有点比较粗鲁一点来，再看一下。哎呦，这个内容再给我3张牌来再分析一下这整个状况好吗？这是那个都还算 OK， 你可以从情感面切入，就是用比较关心、温暖的角度去切入它但是你那个是你的表现上你要有一点点呵护他，或者是可以给他温暖的态度去接近他，来帮他解开这个锁。但是你不可以流于情感的去听他的问题或者解决他的问题，你要用很高的分析能力跟洞察力来解决他的问题就是内外你的表现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比较靠近他或什么，你要有点聪明不要太硬邦邦的走过去，就有点像是理智说，什么问题我来帮你解决，你告诉我，不是这个不是方法，而是要一点比较嘘寒问暖的方式跟他说，你最近怎么了？你可以试试跟我讲讲看然后我听看看，这样子比较软的方式然后就说你先讲，就跟他讲说你先讲你先讲看看，然后我来听看看，这样子的开头然后可是虽然表现是这样子比较柔软，但是你的脑子要非常有判断力跟清晰的分析能力，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去帮助他因为现在他的风能量很强它就是一个乱飞的风，就是台风天里面乱冲的风，但是你像是一个拿着大袋子去补那个风去把那个风补起来，然后让它稳定下来，就抓一把风一把风一把风补起来，然后再让它重新排列组合的这个情况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现在你有办法组织它这个混乱的情况的，目前你有可能可以帮助他，因为魔术师牌出的很早，很早，在我第一个针对你的问题的时候就出魔术师牌了，所以你能解决他的这个能量蛮强的，后面都只是辅助性的来，他这个情况会多久啊？帮你翻一下，我先看3个月有没有可能3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觉得这个你要有点耐心他这个他现在这一个事情的进步速度挺慢的，我觉得你要待在他身边陪伴他的时间，这3个月都还算都需要他敞开心房的速度也蛮慢的，你要慢慢的挖掘，或是先不要问以我们今天从朋友恋人这个题目，我觉得还是处于朋友只是这个朋友的角度跟你这个身份会进化我觉得签这3个月这一季还不适合变成恋人这个关系，但是你可以建立更好的朋友关系，有这个契机。然后我直接再问，这一季之后4、5、6个月有没有办法进化成恋人关系？有没有转换？1、2、3，哎呦，有啦。目前看到的是能量的走向是，如果前面这个你跟他的关系处理的蛮好的，你在这个事件里面的资源度彼此互相了解，其实你这是一个你了解他的很好的契机因为他可能会有很多秘密跟他内心世界会被你挖掘出来，然后你们这关系建立的不错之后，到这一季结束到下一季开始的时候，你们会有一个比较进化的关系呈现，会变得更融洽、更紧密、更
能接受彼此，而且你们的宽容度跟看世界的角度也会变，甚至看彼此关系的角度也会有所进化跟进展。因为连出3张，我觉得都是对关系很好的牌，而且是有内外关系都有，各种关系里的成分都有出现。所以你可以试着这3个月多多去帮他处理一下他现在所谓的困扰问题，内在困扰问题。先以朋友的方式，或是更好的朋友方式，或是比一般朋友再多一点关注的方式来去接触他，增加你在这个关系里的存在感，或是曝光次数，来让他一点一滴在他心目中你的重要性建立起来。不过这里的讯息是不要急哦，这里真的都有点温温慢慢的去不过大牌是给魔术师的话，因为魔术师他有一个是最高智慧的分支，他分支出2个支点，然后他有愚人牌也有魔术师牌，它是很高级的、很前端的、很灵性的位置的一个高智慧的牌。所以当我第一个问题问你的时候出这个牌的话，就表示你有能力托付于去帮助他的这个角色你要相信自己，但是记得要慢慢的，不要急因为这里面也有一点点让我看到你的个性是有点冲动的，所以才会一直有一个要你慢慢来的讯息出现因为你面对的是他，所以你要慢慢来。面对别人可能就不会这样出牌不过以你分析你检测你的本质的时候，那个火能量出来的很快又猛那个又加上有风能量的加强你内在的活能量、你的冲动性、你的爆发力、热情度都蛮高的，所以才会后面一直突然出现一些拉住你的减速牌，因为里面那个有些加速的那个能量牌子并没有在下面出现都是一些减速的能量所以这里再次提醒你你对他要慢一点不要最后变成你是他另外一个新的困扰跟思维上的负担。这张牌其实差不多，反正就后市看涨的牌啦，前期辛苦一下下没关系，就一记不过看一下这里有付出价值是有蛮好的回馈在牌面上，你可以主动一点你的能力不错来，我再送你一张，不是送你一张，我再翻一张看你的能力啦，给你一点自信，来看看你。好啦，你会比你想象中的看得更远你能够看到的局面比你想象中的大，当你深入这个的时候，所以你要多相信一下你自己你能够面对跟什么的。我觉得你可能会对你自己原本身体内在有的东西有点意外意外你的能力不错，所以现在我看到的是，如果这个事件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只单独对你来说，也算是一个蛮好的成长契机不一定是这个关系。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关系，在这一次事件里的成长不错，应该也是你们关系进阶的一个催化剂。对你这个人生来说，也算是一个不错的事件这里会开发一些你没有发现的东西，然后你会从精神面转化，你会有一个全新的精神面转化成物质的新经验，来让你内在发芽出一些新能力在这一次事件里这是针对你的部分所以之后要不要进化，从朋友进化成恋人这个关系的话，后市有看涨的趋势啦。总之，好好的体验一下这次经验，很棒，好吧？就这样，这是选到4的朋友来了，又到了领取好运的阶段，我直接抽出6张牌来看看今天的好运走向是什么。但有时候可能是谏言啦好，我直接抽6张，这次挑战抽6张。竟然是这样给我牌
好了，我看一下哈，我懂了。塔罗给你的好运是，你近期呀、你会有一个内在心灵的成长契机会出现。哦，你会在某些生活上的挫折里，突然领悟到你心灵，你突然有一个东西开悟了，一个你可能没办法理解的一种精神层次，你开悟了，所以你的精神层次在最近会有一个进阶。哦，你突然比较能够感受一些你本来没办法理解的感性面的东西，然后你可能会从别人的故事、看电影、影集里面，突然对于情感面跟精神面有一个新的进化。好，你会对于理解别人的人情世故，或是多了一份你对于恻隐之心的深度会增加。好，然后这一件事情会让你对于信赖别人跟与人相处的能力有一个不错的进步。然后你也能够因为这一个心灵成长的契机，你现在能够在之后，你会慢慢的比较能够比较类似的事物的重量，就是你的选择能力也会有所提升。你的判断是非的，也不能说判断是非啦，就是你能判别每一件事情的质量跟内在成分的能力，在最近会有所提升。主要是因为你可能在某一些契机里，你挖掘了你心理灵性程度、精神层次，反正就是也会进阶个。如果说算100级好了，可能会进阶个3到4级，差不多是这样。我抓的是这样子，因为有2个大牌在这边冲出来，表示这个成长幅度没有小。总之，今天你要领取的好运就是很棒的心灵成长契机。好，就这样咯。来，又到了最后心得分享的时候了。哪一张我希望在牌坊中间？今天看了很多对于朋友关系进化到恋人关系的渴望哈，我有看到很多人对这些事情的渴望。不过我必须以我个人的经验啦，我可以说，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会有很多成分。好，你可以有很多成分，有 lover， 有爱人，有伴侣 ，apartment， 然后你会有 soulmate， 也会有 best friend。这些都很多，双生火焰就算了，那个太遥远。光是这4个成分，让2个人在一起就很丰富了。你不一定要积满4个，有1个都已经很珍贵了。但是我要说的是，朋友到恋人中间还有一段，就是说，这是朋友，这是恋人，到中间还有一段，这里面有多少丰富的层次？朋友要进化到恋人，这里好多层次，你可以慢慢享受。人的关系不是只是说朋友就是要变恋人，不是朋友就是恋人。那我没有2选1就没有，这里中间还有很多很丰富的层次。你可以从朋友这边慢慢走到变成恋人之后，你会发现，你如果有经历这些丰富的层次之后，再变成恋人的时候，你们会充满了绵密的绵密的感受，绵密的信赖，绵密的依赖，绵密的，就是那个感受的厚度会差很多。那种碰到彼此手的温度跟那个触感，也会因为这一段的慢慢建立起来之后，变得更有深度、更有触感。好，然后对于后来分享事物的感受，也会更加深刻，你也愿意更加聆听。就是2个人在一起的氛围也会，那个气氛也是更好，那个香味也会更好闻。所以呢，在这个朋友进化成恋人的这个，我们常常会忽略了，就是要用跳跃式的，就是朋友跳到恋人，没有啊。你们反而可以追求一种自然而然的从朋友就某天就好像变成恋人的这个关系也不错，而不要太过硬邦邦的去问说我们现在关系到底是什么这样子，因为这种方式会有点太像你太渴望变成恋人，但你也不确定对方各方面有没有准备好，而且有时候对方也没有能力知道他自己准备好了没，这都很难说哈。反正回到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不要对于自己的欲望去强化它，就是强化自己，就是你为了要解决自己的欲望而去强迫别人去解决你的欲望，反而有时候自然而然的让事情自然的解决到那里，这样子比较顺。
有些事情啊，有些事情不是要马上确定哦。有的时候我都会说有2个方式，有放下跟放着。要你们放下都太难了，你可以先放着啊，放着或提着，放在比较没有重量的位置。我是觉得先放着，没有让你把它丢掉，先放着，也没有到放下哦，你就先放着嘛。然后慢慢看，慢慢走，偶尔提一下，偶尔放着，偶尔提一下，偶尔放着，差不多是这样子啊。哦，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要给对方一些空间跟思考的时间啦。哦，也不要把对方这么看不起对方的能耐。有的时候对方也是有成长的速度，也许他成长速度还比你快呢。只是说我们不要去 force people， 就是不要去强迫哦。因为我喜欢讲 force， 因为它那个 force 英文感觉像真的是在推一个人，像强迫的迫的字哦，它很像是你不要去逼着对别人去理解你，不要去逼着对，或是推着别人去回头在意你的存在，不要，很多东西就是你要从细微的小地方去建立你的存在感，去建立你别人对你的认同感什么的。必须说，如果一份关系里面你必须要花很多力气去硬熬到你想要的话，我觉得那都不自然。有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些判断力是，如果真的适合你的人，该在你身边的人，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还蛮顺的。只是有的时候你觉得不顺，是因为你把那些小小的不顺放得太大了。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摊开所有的好坏放在一起，你会发现你只是把一些小东西放大了，然后你却忽略了其实有很多美好的东西美好的东西的光芒早就已经盖过那些小事情，只是因为小的不顺跟不满意太容易在我们心底很深刻的存在，所以我们很难忽略它。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份关系跟一个故事里面的好事，我们把好事的甜蜜滋味拿了就走了。但是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对坏事也是这样子呢？感受一下坏事，然后就让它走了，而是好好反过来一直回味那些好事多棒，你们彼此的好事比例其实也是比较高的，然后你慢慢的就会不会那么在意那些小事，因为好事太多了，我们希望把好事的光芒掩盖那些坏事的，不要拘泥在那些小事，然后把它扩大，好吗？有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整理一下这些思绪，好，也让对方没有感受到一份关系需要这么多多余的压力。拜托，2个人在一起的关系，尽量把它处理到趋于零压力的状态，好吗？就这样咯，祝福各位，希望今天翻牌有给你们很多的建言哈。我是一股脑的就讲出去了，我并不会特别去思考过再讲，我大概就是用比较正念的方式把事情讲出来哈。希望你们有得到很有帮助的建言，就这样了，谢谢今天来听丰盛奥文，拜。